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，有些仙女真的是注定一辈子结不了婚的，不是想不想结婚的问题，而是她们真的太事儿逼了，真的是自绝后路。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，我听了要求之后直接拒绝了，真心是伺候不了。这个姑娘呢是90年的，身材不错，长相呢也很好，工作在这个事业单位吧，来找对象就一副很高傲的姿态。说自己的衣服啊都是国外代购的啊，化妆品都是名牌，所以呢，婚姻呢也绝对不能降低要求，降低他的生活质量，起码找到一位能供得起自己啊生活开销的男人。我就问他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，他说自己每个月服装、首饰、化妆品啊大约在1万左右啊，吃饭之类啊每个月在5000多，生活娱乐这一块呢每个月也要在4、5千等等，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就有2万左右。那我问他工资多少钱，这些开销来源都在哪里？他跟我说呀，他的工资只有6000多，之前谈的男朋友啊由他们来负责，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，他自己啊就会比较节省一些，一个月花销在4、5千左右。我越听啊越觉得有些来气，没人养他就花的少，有人养他就花2万多，那这是吸血鬼吗？最后呢，我就跟他说呀，我这边庙小，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大佛，就把他给拒绝了。有的姑娘真的是看不清现实呀，你还以为自己是20出头的年轻小姑娘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真实的想法，还是觉得到我们这个婚恋平台了，狮子大开口碰运气，能不能遇到傻子？那这些人呢，注定一辈子是结不了婚的。你不照镜子就来提要求，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仙女吗？现在的80后还有30%没有结婚，90后呢还有50%是未婚的，你自己心里还没有数吗？30、40的人还要找未婚的，长得帅的，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，那彩礼动不动就要10万20万，这类人呢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单身的。现在00后都开始相亲了，他们的要求啊很简单，就是想找个对他好的，能疼他的。那男士找他们难道不香吗？那些30多岁的还在挑，还有那些父母啊嘴里说着着急啊，心里想着找个金主来接盘的，天底下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呗，把婚姻当买卖，怎么你们是镶金还是镶钻了呀？再过几年可能就停水停电了，心里难道还没有数吗？又想早点结婚，又想找个金主，你这样挑剔啊，最后害的只有你自己，还得到处给自己找面子，说啊自己喜欢单身是不婚主义，其实心里啊巴不得明天就结婚。仙女们，咱们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？你要么要钱，要么图他对你的好，你别什么都想要。这老天爷啊，他都是公平的，你什么都想要，注定啊什么都会没有。你看看那些婚姻幸福的，不是那些开豪车住别墅雇保姆的，而是有家一起回，有饭一起吃，你生病身边有人陪的。你们都懂了吗？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有钱人也是，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多点少点的都能过，但意外呀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来。你看谁能在床边能照顾你？你用钱呀动不动10万20万的彩礼去逼走爱你的人呢，真的有一天会有报应的。有一对情侣啊谈了6年的感情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啊要求是18万的彩礼。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，一来啊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，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，万一婚姻啊有变动，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。女方父母呢也表示啊自己养大女儿啊不容易，家庭条件呢也一般，所以啊不会陪送嫁妆。这位姑娘呢对男友啊确实是真心实意的，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。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，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，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啊能够委曲求全。但是男友啊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，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，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，开口就要钱，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。一气之下呀，两人就闹了矛盾，分手了。讽刺的是啊，不到1年，男士啊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、长相也不错的姑娘，彼此呢都觉得合适，年龄啊也大了，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。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，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1辆车。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，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，所以啊才愿意出钱去娶她？男士说啊，不是，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，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，家里满意，相处的舒服而已。他说呢，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，那总得给一笔钱吧，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？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啊，知道之后非常生气，也很伤心，
说自己那么爱他，和他在一起生活了6年，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。18万呢，宁可娶一位陌生人，也不愿意娶自己。而女方的父母也说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，喜新厌旧，明显就是渣男，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。这个男人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肯定会有人说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，不顾及6年的感情，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，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。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。其实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。大家呢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。彩礼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，因为男方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。问题在女方父母明知两人有6年的感情，却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跟男方要18万，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。这不是保障女儿，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。6年感情，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，最后还要18万，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。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。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，付出呢都是相互的。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？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。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，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。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，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？如果想要钱的话，那咱就明码标价，买得起咱成交，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。双方自由恋爱，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，那不是简单的买卖，而是双方你来我往，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。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，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，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，你提出呢要给油钱，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，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，又想立牌坊吗？大家怎么看？今天呢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一位88年的姑娘呢，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，有点偏胖。本科学历，在私企做行政管理的。她呢来找对象，说自己有些着急，亲戚家的这个妹妹都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都会打酱油了，说自己也不想再耽误了，想抓紧找对象。问他想找个什么样的，他说自己要求不高，就2个条件。一呢是想找市里有房子没有贷款，就是全款。2呢是想找工作稳定的，要求是事业编或者是体制公务员，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。这个时候旁边一位这个98年的姑娘她就听见了。她呢是这个本科学历，身高大约在165左右，年轻嘛，衣品也不错，也会打扮，在这个国企上班。她呢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你要求条件怎么这么高呀？有多少男的房子是全款呀？那公务员他也不多吧？我找本地有房子的，有贷款我也接受，工作稳定就行。听的这88年的姑娘是立马就着急了，好心劝起来这个98年这个姑娘，你太年轻了，你不知道物质条件对婚姻有多重要。你要找个有贷款的，那婚后你们还要一起还房贷，以后生了孩子每个月都要用钱，压力会很大的，你的生活质量是直接就下降了。还劝这个姑娘说找个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，现在男人都靠不住，万一哪天他对你不好，你起码还有钱花，总比嫁给个穷鬼好，最后离婚什么也没有，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。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也是丝毫不客气，就直接怼了过去，说大姐你怎么这么有经验，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？你比我大了整整10岁，还在私企做行政，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？长相身材也不如我，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，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，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？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是面红耳赤特别尴尬。我听了心里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三观真的特别正。很多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，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，说婚姻不幸福，没钱的婚姻更不幸，几婚离了都能找未婚的。还有那些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别将就，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是越来越夸张，彩礼呢是越来越高，变着法想占男人便宜，一边想要女权呢，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，坐享其成，不劳而获。那些毒鸡汤是让结了婚的想离婚，未婚的呢不敢结婚。
真的是害人不浅。还有那么多的姑娘啊，信奉为真理，找对象呢都是眼高手低，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，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，以为自己是个仙女，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。真想对这位88年的这个大龄姑娘说呀，你算计的那些你看不上的男士啊，他们也看不上你，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啊，他们更看不上你。你再这样挑三拣四啊，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。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，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，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。昨天呢，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，显示啊，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，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，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。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，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，你像外企啊，还有国企、私企等等。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，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，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。一是呢农村男光棍，二是职场女光棍，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。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，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，要房要车要存款，男的呢又结不起婚，女的呢又不想嫁，也不想将就，所以啊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，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，而成了大龄光棍。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。若干年之后啊，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，但是无儿无女啊，养老院收不收啊，那还不一定。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，能早婚就早婚，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，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，尤其啊是这个女人，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，你相亲啊就会发现，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，男人都不会看一眼。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，你自己都有，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并不在乎，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、性格温柔，而不是找事业型啊、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。男人越早结婚呢，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。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，她们可以追求爱情，不看车不看房，看中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，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。如果你错过了，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，彩礼啊、车房等等。所以啊，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，就抓紧结婚吧。咱这心情啊，每天都像过山车啊，刚下来还没喘气呢，就滋溜一下给上去了。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，那气得嘴直打哆嗦啊。男士是93年的，今年30岁，自己开了个门头店，年薪在10万左右，相亲也有个2-3年了啊，一直就没遇到个合适的。家里人就着急啊。去年家里就有个亲戚给他介绍个相亲对象，女方呢是95年的客服啊，她长得不高，但是人看得很乖巧，见面给人感觉就很温柔啊。这个男士看了第一眼就看上了啊，说什么也得追到手啊，于是就主动出击，隔三差五就约出来，没事就得献献殷勤，给这姑娘送点花呀，送点礼物。好在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，追了3个多月啊，人姑娘同意了，说可以谈恋爱了。于是呀这个男士就特别的开心，还邀请这个姑娘去家里，男方父母一看，新进门的媳妇啊，也给了几千块钱见面礼，算是确认了关系。男方也大包小包的去了女方的家里见了父母。这关系啊，就算是定下一大半了吧。这男士啊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啊，跟我说呀，就是每次他跟这个姑娘约会的时候，他都会主动拉着姑娘的手，但这姑娘呢直接就不让碰啊，说自己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啊，两人还没发展到那一步，他就不太想做太亲密的行为。男士就想着那可能是刚在一起吧，于是也没表现的那么紧啊。两人呢还是会一起出来吃饭聊天，反正就是恋人之间该做的一些浪漫的事情，这情侣之间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，都做了，但就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很甜蜜的感觉。这男士就想着这越觉得越不对劲啊，难不成是仪式感不到位吗？于是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啊，专门在这个公园里面整了个求婚仪式。谁知这姑娘一来她就看到情况不对嘛，立马转身就走，把这男士给弄蒙圈了啊！赶紧上去抓着这姑娘就问是不是不喜欢自己。这姑娘说喜欢，但是两人还不到时候，希望男士不要做这些。好了，这事儿过了之后这两人又谈了小半年，家里人开始催着结婚了嘛，那毕竟认这么长时间了。
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想要结婚的事情，女方也同意了，提出了订婚的要求啊，彩礼10万，3金首饰，给女方这一家买衣服等等。男士呢也都同意了，但就是这个心里觉得不太踏实啊，感觉两人虽然是情侣，但还是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，在纠结要不要结婚。他就越想呀越觉得不得劲儿，就找这姑娘啊，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哥们儿啊去打听一下人家姑娘，就打听出这个姑娘呢是有一个同居了5年的男朋友，还上过家里的啊。把这个男士给气的啊，找这姑娘质问，你跟别人都愿意住在一起了，怎么跟我牵个手都嫌弃呢？这姑娘听完也很生气啊，觉得这个男士在背后偷摸打听她啊，还说了自己只是谈了5年，没有同居那么长时间，只是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。男士这回啊就想让姑娘给个说法，那这1年啊，你看我跟你在一块儿，钱也花了不少，对你也不错，该给的我也给了，怎么到头来连男朋友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呢？这姑娘听了很生气啊，啥待遇啊？谈恋爱就必须要牵手吗？男士听了就反驳她呀，说你想跟我结婚，你连手都不让牵，你不想和你前男友结婚，你还跟他同居了好几年。说着说着，这两人就谈崩了啊，吵了好几天，这姑娘就提了分手，觉得两人性格不合适。男士不干了呀，觉得对他不公平，好吃好喝的照顾了1年多了，说分就分了，这亲戚朋友都知道要结婚了，现在还黄了。他就去挽留这个女方啊，但人女方呢态度很坚决，直接拉黑呀，说什么也不联系了。这事咋说啊，就是膈应了。有些人呢，他做事他不触犯法律，也不触犯道德，但就是这行为吧，他让人特别的膈应烦。谈了1年恋爱了，那手都不让碰，这明明就是看上了别人条件，看不上这个人嘛，非要给自己整的那么的重感情，自己不反思不体谅，还反手去指责别人，这问心无愧啊，就显得特别的双标。说实话，我听完我都很生气啊。如果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啊，发现对方对你他不怎么积极，还愿意跟你确认这个恋爱关系谈感情的啊，也不让你牵手，也不让你碰的，还嫌弃你的啊，这就是啊看上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了。喜欢呀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感觉，你是能感受出来的。这世道啊，咱呀不能去钓鱼，但是也不能被人养鱼吧。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？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啊，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读给大家听一下。如果你还未婚呢，请你一定要听完。我53岁了，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。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，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。我不喜欢小孩，对婚姻啊也很恐惧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，主要是向往自由，还有呢就是性冷淡。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，我的父母啊都不敢说我，后来呢总是吵架，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，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。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，自己呢抱不到外孙，一定会很难过吧。自从他们走后，我迷茫了，空虚了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？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，生一个孩子，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啊带来欢乐和活力？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，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。我不婚的结果呢，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，这种深深的孤独感，不知道你们懂吗？年轻时我很独立，自己啊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，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，孤独啊也只是一时的，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，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。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啊又接踵而来，迟迟不走，因为没有亲情啊帮我驱散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啊，不是我独立，也不是我坚强，而是我有家人在，我父母在，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。年轻想要自由，中老年啊就会付出代价，要么自由，要么孤独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。我不愁养老，毕竟啊有存款，以后呢也有社保，有退休，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，钱呢又不敢乱花。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，真的想得太美好了。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啊，无儿无女的更不敢乱花钱了。曾经生病过，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啊，都会来照顾我，现在她也不在了，只
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曾经子宫瘤做手术都不知道要叫谁来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叫我的堂妹来帮忙照顾我。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，毕竟我没有养过她，她呢也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人。当然呢也有叫护工，但是有些事儿不是叫护工就行了。老了之后呢，各种疾病是明显的多了。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，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怕自己突然就老年痴呆了，就任人摆布了。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，给我一个痛快。我去看过养老院，贵的养老院呢，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，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费用上升等等因素。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，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，没有活力，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，就是等死。我看到之后都很害怕，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。回到家之后家里特别安静，安静到可怕，只有狗叫声，没有人语。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，现在静得可怕，家里有狗，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。再过2年他就10岁了，也要走了，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。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要么有伴侣，要么有孩子，不要什么都没有。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，还有就是好好的陪伴家人，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。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，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，现在有条件了，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。那些经常被催婚的，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，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，跟他们去吵去冷战，好好坐下来去谈，不要伤他们的心。他们也是为你好，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，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，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伤了父母的心。长大做了父母后你就会后悔年少时的冲动。